你刚才说的这个险种不错啊。是啊是啊，这是我们公司特殊的一个险种，而且到这个月底，这个险种就不做了呢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那不妨给自己或家人买一份，挺好的。可以哦，不过我现在身上没那么多现钱哦。那要不下午或者明天我再来一趟，帮您把其他的手续补齐了。好啊好啊。您再看看。那以后我们可以常来往哦。那是一定的，买保险啊，其实也是买一种售后服务。您放心，后续工作我一定做好。是啊是。宝贝儿，亲爱的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好吧，我一不在家，你就把女人找上门。您好，我是地平线保险公司的业务员。做保险的没一个正经的，赶紧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！别弄脏了我的房子！你凭什么侮辱我的职业？还来劲了是不是？滚！滚！滚！嫂子，到家里去过了？啥呀，嫂子不嫂子的，你还有脸叫嫂子？你可真行啊！有钱给你老娘买保险，没钱还我们家钱，啊！就你老娘的命是命，我们家的命就不是命了，是吧？嫂子，咱回家去说话，走。用不着，我就在这说，我们全家上下白米饭都快吃不上了啊！你借了我们家2万块钱呢，又是给你老娘买保险，又是送你儿子去最好的学校，秦楚楚，有你这么做人的吗？嫂子，你听我说啊，我现在在一家保险公司当业务员，这1个月下来，我一单都没签呢。这要是一单都签不下来，我那300块钱底薪就没有了，所以我才给妈买的保险。真的，嫂子，等我一有钱，我一定先还你。真是什么人干什么行的啊！做保险还真没气着你。你们干这行的可什么都能说出话来，少蒙我。真的没钱？那我得看看。这钱我拿去给你哥买件夹克，身上那件早都穿烂乎了。还说没钱，没钱还能买鸡蛋？我们家可是有日子没见荤去了，我拿回家给你哥和你老娘开个荤。楚楚，别怪你嫂子，家里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。等你有了钱，可得还我钱呢。楚楚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今天新民百货开业酬宾，我想那儿去的人肯定会多嘛，所以就想到那儿去揽生意。谁知道你说这擦鞋也划了地盘，分了地界。哎，那些混混们跟我要保护费，我没理他们。谁知道他们竟然真的动了手，下手真够狠的。哎，你嫂，这除了这儿受伤，别的地方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有数。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，你别硬挺着，知道吗？楚楚，真的不用，我有数啊。真没事啊？真没事。楚楚，这事儿你千万别告诉彤彤啊，他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我是摔了一跤啊。我找他们拼命！哎，彤彤，彤彤，彤彤，你放开我！我找他们拼命去！你让我去！你让我去！干什么？去！你知道谁打的你妈？啊？你认识他们吗？找到他们又能怎么样？彤彤，我跟你说，你太冲动了，冲动是魔鬼，知道吗？冲动不解决任何问题，有点事儿你就这么冲动，去啊，去了之后让他们把你打死，让你妈去跳楼，去呀，赶快去呀！
妈没事啊。妈没事。妈，我以后一定要保护你。叔叔，嘿，等得心急了吧？不急不急，遇上堵车了。姨和姨妈身体好吧？都挺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这是他们特意给你买来的，你最爱吃的。哎呀，都是我喜欢吃的。是啊，我有日子没回去了，应该找时间回去看看啊。是啊。这是你的车啊？啊。哎呦，真不错，怎么想着跑运输啊，哥？嗨，这些年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，也没挣过什么钱。我看隔壁家的柱子去年搞运输发了财，我就动了念头。我跟爸妈也说呀，他们都大力的支持，把他们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了，又在外面借了3万块钱，这才买下这辆车。哎，头头，哥实在是没什么钱了，这上保险呀，能省的地方就帮哥省点啊。这还用你说啊？走。哎呀！哥哥，来，我给你做了4个险种啊，这个车损险、第三方责任险、驾驶人员险和车内人员这个责任险。行，还有那个什么玻璃险啊、自燃险我都没给你上啊。等你明年技术再纯熟一点，这2样险就不要了，就光上一个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就行了啊。能省的险我都给你省了啊，别说我不照顾你。还是我妹妹最疼我。来，咱们看看这些啊条件什么的哈。我跟你说啊，像你这新手上路又是新买的车，这4样基本上能给你做个非常周全的保障啊。你看这2样，驾驶人员险和这个车内人员险，你看字面意思，大概内容也就在那儿了，是吧？最重要的呢是这个第三者责任险。你说咱们开车最怕什么哥？最怕撞着人撞着车，对吧？哈，对。如果在事故发生的时候，被撞的人和车，它就属于第三者。那这个第三者责任险赔付什么呢？赔付的是事故当中被撞的人员的医疗费用和被撞的车辆的车损费用。咱们都交那个交强险，对吧？那交强险呢赔的可低了。你再买一个这第三者责任险，它这种商业险嘛，2者一结合，哎，就是保险的钱咱不白交，咱就划算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行啊，哥都听你的，哎，咱就签合同吧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你从头到尾你得把那合约一样一样的，我给你解释一遍，对吧？这字也太小了，我看也看不懂。哎，咱签合同不就好？不行，我得给你解释一下啊。这最重要的一点叫做责任免除。什么叫责任免除？你事故发生了，你要找理赔，对吧？哎，有些项目它不在理赔当中，你得了解到什么样能赔，什么样不能赔。你喝了酒了，你撞上车，他肯定不给你赔。哎，到时候你开车时候别喝酒啊。喂，老黄啊！哎，我办完事马上就过去啊！哎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妹子，我有单活，我得赶紧过去。哎，咱赶紧签合同吧！啊，哎，就签了。哎，签了。哎，在哪签？是你脾气还真急，这。哎，好。行。宁嫂，哎，楚楚，你这伤还没好，怎么不在家养着？哎呀，我没事儿，明见促销呢，2块钱10个鸡蛋，难得碰上了。彤彤正在用脑子，我得给他补补。是啊，能省就省一点。昨天的事多亏了你，要不然还不知道闹出什么动静来了。彤彤啊，他是个懂事的孩子，还不是看你受人欺负，他心疼你。屁大的孩子，脾气倒是很倔。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以后你再碰到小混混要保护费什么的，你就报警，钱还比命重要啊。是啊，我要真倒下了，彤彤可怎么办呢？就是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你现在开始什么推销保险去了？啊，保险不好做吧？嗨，1个月1单都没签成，这不街坊四邻看着我来了，都绕道走，跟过街老鼠似的。
来2袋。哦，我们这儿一人只许买1袋的。哦，那就一人拿1袋呗。啊，好。哎，柱柱，我想买份保险，你帮我推荐推荐吧。明嫂，好啊，走。不是说工地上工期赶，怎么这么还跑回来了？我想你了，我结了800块钱，所以特地过来送给你。终于见着有进账了。200留着给姨妈买东西，这个交给老太太。这个月可都是跟老太太拿钱啊。哎，那你不留点儿？不留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收拾东西是真要回家去啊？是啊，我表哥来买车险啊，我才了解到，原来我们老家真的没有这个业务。我想好了，我去发展发展客户，要是发展不来呢，也全当是实战演习了，你说是吧？说不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。那当然了。那你去了以后住姨妈家是吗？好久没见她了，哎呀，她一定能给我做很多好吃的。姨妈那么心疼你，肯定会给你做很多好吃的。想干什么？少来啊！你知不知道心疼老婆啊？你知不知道心疼老公啊？这1个月我过得有多难啊！每天要走那么多路，要说那么多的话。哎，这保险这行是不好干。我走到大楼里面，那保洁员他看着我都像跟要饭的似的。真是保险真的太难做了。这段时间我就在想，自尊是什么？脸面是什么？就是被人家拿来踩到脚底下的。光想着挣钱，别的什么都不行。我到工地上都待了1个月了，从我认识到现在，我们从来没分开过这么长时间。老婆，我想你。晒太阳呢。奶奶好。嘿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吓你一跳，你都没看出来呀？楚楚啊！真的是我的奶奶回来了！你不帮我拿着？哎，不行，你得让姨妈好好看着你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还跟小时候一样，一双眼睛啊都会说话。来来，快进屋，快进屋！来。哎呀，买这么多东西，哎呀，快进屋，快！哎，
试试看啊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。还是我们楚楚啊，心里头有这一脉。你看这花多好看，你再看这料子，多柔啊！我还怕太素了，你不喜欢呢。喜欢。来，可以姑姑看看好不好看？哎呦，妞妞穿上之后都成懒妹妹了，真好看！转个圈，哎呦！快说谢谢姑姑。谢谢姑姑。哎呀，真懂事儿。你看，我给你们带了这么多好东西，也不知道给我拿点好吃的。哟，媳妇儿，去给楚楚盛一碗骨头汤，再给我们妞妞盛一碗。行，撇油啊。好嘞，要不太腻的。哥跟姨夫呢？哎，楚楚来坐这儿。嗨，这一早上起呀，爷俩就出城拉货去了。嗯，说是后天晚上才回来呢。哟，那这次可能碰不着了啊。姨妈啊，你说啊，我从小的时候一进你们家就要好吃的，小的时候是跟大力哥抢嘴吃，现在啊，我跟妞妞抢嘴吃，我脸皮够厚吧？哎呦，我熬了一大锅呢，是给你表舅做的。一会儿呢，我带你去看看你表舅。你表舅啊，前些日子呢，这腿摔了一个粉碎性骨折。是吗？这不是刚出院，这伤筋动骨100天呢，可是得好好养着。哎，你说你表舅，平时啊，他自己舍不得做，自己的生活可拮据了。你就拿这次做手术来说吧，这腿上啊安了一个进口的钢板，社保呢是报不了，他自己呀掏了7000块。哎呦，给他心疼的直哆嗦。可不是嘛，只要用了进口材料，人就不给报。他要是买一个什么商业的意外险，那就全能报了。真的？可不是嘛。只要每年交100块钱，就能给我报销2万了。是啊，保险啊就是能够转移风险的。这个只管摔跤骨折的吗？这个意外险啊涵盖面可大了，你这个交通意外呀，就是不幸这个跌打损伤啊，我跟你讲，猫抓狗咬都管。哎，你打疫苗那个钱都能给报销。哎呀，哎，楚楚啊，哎，那有没有什么保险能给我们报销看病的费用啊？就像那些癌症啊、那些肿瘤啊、那些大病。于婶儿，您今年有50岁吗？没有，我今年48周岁。那要不到50岁呀，我建议您购买这种返还增值型的重大疾病保险。它这个保险，它投保的年龄是18岁到50岁，你48岁正好可以买啊。它是集这个重大疾病保障和养老保障于一身的一个保险品种。哎，东哥，我煮了猪血汤，哎，喝一碗。好东西啊！哎呀，娘的，天天裹着这粉尘，闻着这油漆味儿，我现在连烟都抽不进。你不知道啊，我现在吐的痰出来全是油漆味儿呢。来，赶紧喝一碗啊，趁热。你先喝吧，我把这个弄完。那啊，我就先喝了啊。不错，一点腥味都没了。小吴啊，书房南面那面墙你怎么没给我磨平整呢？今天业主的朋友要过来，听说这业主朋友啊是个搞美术的，对装修特别挑剔。哪有啊？这平着呢，哎，不信你手摸摸去，光滑着呢。你少给我瞪着眼说瞎话，有的地方都漏点了都，你自己去看看。阿丽，有问他没什么经验，你让张师傅多带带他。这不是经验不经验的问题，这是个态度问题。你们2个是不是一起来的啊？你现在整个一个熟练工，你看他呢，连个标都摸不着。这样吧，你先别上火，等我把这个气调完，我就帮他补救一下啊。来碗。这，你就知道吃你。哎呀。楚楚，我问你，你这儿有你给小孩买保险的吗？有啊。我们家这个邻居的小孩啊，都1岁多了，老生病。哎，我这有一种啊，集这个教育保障和医疗保障于一体的一个幼儿险，特别好，非常合适，而且买的越早越划算。哎呦，那好，一会儿啊，我带你上他家去啊。好。叔叔啊，你像我这个年纪，买啥保险合适了？叔叔，
你这买保险呢，不能是人家买啥你买啥，得看着你每个月挣多少钱呢，你有什么样的工作需要啊才买的。您放心吧啊，我一定给您量身定做您的这个保险计划。谢谢你。哎呀，叔叔，你就上我们家去吃饭呗。一会儿啊，你就在我们家吃饭。别，咱们呀一个一个来啊，让我们家楚楚好好的给你们讲讲，是不是？楚楚，姨妈特高兴，你可真出息了。联动，真的是你啊？嘿，证明你是那个业主的朋友。对啊。你在干嘛呢？做油漆工体验生活呀？嗨，体验什么生活呀？迫于生计。你这幅素描线条流畅婉转，形象饱满生动，虽然只有寥寥几笔，却也足见你的长进。随便画的，见笑了。联动，别灰心，凡能成大家者都经历过困难，关键是得有韧性，要耐得住寂寞。联动，只要你不放下画笔，长此下去就一定会有收获。我不奢望能成什么大家，就是喜欢画，每天能画上几笔，就觉得日子没那么苦。对了，联动，下个月黄老要来上河举办画展，你到时候可一定得过来看一看。哎，姨妈，哎，你怎么坐门口了？多凉啊！不凉，我看你老婆回来，我睡不着啊。我碰着我一小学同学，她听说我卖保险啊，就问我，她说她怀孕3个月了，能不能给她自己和孩子买保险？我说那不行，孕妇跟这个没出生的孩子啊都是不能买保险的。然后呢，她就把她家里亲戚朋友啊什么都叫来，问了好多问题呢，所以就晚了啊。哎，那我问你，你李婶买了那个保险了吗？买了，可满意可高兴了呢。来，我给你拿这个，走，进去睡觉了啊。哎。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啊，每次来你们家，我就跟你挤着睡，就把大力哥给气的呀，啊，你就骂他，你说你看你没出息的啊，你跟妹妹抢妈妈。大力哥呀，对我其实特别好。哎，我还记得啊，那年我过生日，姨父给我煮了3个荷包蛋，我一口气我吃了2个，大力哥就在旁边哭。我问他哥，你哭什么呀？他说，爸爸煮了3个荷包蛋，说你吃剩下的就是我的。你要都吃了，我就吃不着了。后来我才知道啊，他都好几个月没吃过鸡蛋了。我当时啊，我吓得我什么都不敢说，我赶快把剩下那荷包蛋给他，这他才不哭的。你想想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这些事儿啊，我还记着呢。是啊，是。我想起你大力哥哥小时候的事儿啊，哎呦，我就乐，哎，那肚子气得一鼓一鼓的。这时候这爷俩开车也不知道哪儿了，这夜里开车呀，还真让人揪心。还好，他们在你那儿买了保险。你放心吧，大力哥开车啊那么仔细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是啊，哎，楚楚，你还别说，这保险呢还真是个好东西，这花钱呢买个心里踏实。哎，我呀是老喽。买不了这份保险了，哎呀，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给你买一份意外险，而且这保费我来出。哎呦，不用，你有这份心呐，姨妈就知足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看啊，你跟表哥就是我的幸运星。我来了这1个下午就已经做了3个单子，3个，所以，我决定。咱们县城一半的家庭都发展成我的客户，你妈相信。
特啊，我以前老说你是个蠢宝，其实啊，你的脑子还是很灵光的。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回老家发展客户呢？你呀，你那是心怀远大，你看不上这些小额保护。才不是呢！哎，不管怎么说啊，咱们喝一个，恭喜你这个月保费突破10000元大关。来，干啦！已经喝了很多了，别喝了吧。就是天天喝，咱们随意得了啊，别干啊！你别扫我兴啊！别喝了吧，婵娟，喝了很多了。你也别扫我兴啊！这才乖嘛。楚楚啊，你真的是一个做保险的好料。你看，咱们俩今天喝的差不多吧？我都已经晕得不行了，你看你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这证明说啊，你的酒量比我好，你太适合做保险了。你看你在亲戚朋友眼里是既听话又乖巧的漂亮囡囡，在男人眼里你是楚楚可怜的小鸟依人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么一皱眉头，那男人见了你啊，那心软的都能滴出水来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把你这个潜质发挥到极致，我给你打包票，所有男人都会乖乖的排着队跟你签合同，你信吗？哎呀，你吃点菜吧，吃点菜啊，别光喝酒。怎么啦？怕你们家官人不爱听啊？啊？哎，白兰豆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是不是很适合做保险啊？婵娟，我在工地这些日子，谢谢你照顾我们家楚楚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有点意思啊！来，干了啊，干了。行了，少喝点啊，谢谢，都少喝点。最后一杯，最后一杯。这最后一杯啊，我要敬我们家的乌公子。乌公子啊，你这次回来我很高兴啊。你看，你是第一次凭自己的本事把钱给赚回来了。虽说不多，才4000块钱，但是啊，是头一回，算开门红啊！恭喜你，来，咱们俩喝一个，来，咱们俩干了。老婆，你要相信你的眼光。我有完，我生来就是挣大钱的料。来，干了！哎，行，你们俩都少喝点啊，少喝点。快给你老公加点菜吃啊。那个阿丽，她凭什么看不上我？她这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的？老子就不爱刷墙了，老子生来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啊！他算哪根葱啊？东哥，咱俩别给他干了，我吴有完我有的是发财路子，咱俩你跟我一块发财去啊！来，干杯！行了，有我再喝。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喝了。谁是阿丽啊？刷墙又是怎么回事？有文他喝多了，他胡说呢。你就侮辱我的智商吧你！白莲豆，吴有文是不是跟着你去刷墙了？对，没错。那4000块钱是怎么回事？他刷一个月墙能挣4000块钱？那里面有我和楚楚还你们的2000块钱。好你个兔崽子，你骗到我头上来了你啊！你，我他妈给你瞎了眼了，我还相信你！我明明知道你是骗我你！你还说我信谁不好，我信你，我怎么我就瞎了眼呢？你给我滚！你也敢骗啊？你搞成你什么东西你？行了，金叔叔，吴有文跟着白莲洞去刷墙，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故意看我笑话是不是？我不是看你笑话，哎，我说你刚才不对啊，你干嘛打他呀？你是人家老婆，你知不知道？这夫妻2个呀，不但要有福同享，还要有难同当。有难同当也得有个指望啊！我能指望他吗？烂泥扶不上墙。
至少他现在知道靠着2只手赚钱养家了，不是吗？哎呀，婵娟呐，你是人家老婆，你得给他多一些支持跟鼓励啊，他才能到外面去好好闯一闯嘛，是不是？他去闯，他能闯出个什么名堂啊？他就是个缩头乌龟，怎么打都出不了头的。哎，行了行了啊，我陪你喝酒啊，喝，来，我陪你喝。别委屈，慢点喝呀，哪有你那么喝酒的？我陪你。日子都是慢慢过去的，哪能心急呢？啊？你说的没错，他是该出去闯闯。哎，委屈了是吧？骗我！好了，不委屈了啊！委屈了，好了，咱不委屈了。哎，老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过来坐。我就坐这儿吧。是。过来坐。啊，好。哟，怎么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你。我？还有谁啊？吴有文，你想想，我当初是为了什么嫁给你啊？我知道，你是真心爱我，才嫁给我的。我不是不能跟你同甘共苦，你找不着工作，我生气，我不让你回家，不是因为我嫌弃你，是因为我伤心。其实你不是没有本事，你就是缺乏理想，你缺乏一次机会。对呀，吴有文不是没有本事啊，只是缺少机会。如果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能牢牢抓住，让你和女儿过上以前的好日子。这才像我当初认识的吴有文。既然你有这雄心壮志，你就应该出去闯一闯。咱们这儿的地方太小，你应该去像北京、深圳这种大地儿去闯一闯。对，我应该去北京，去深圳，我去大干一场。看我的！这才像我当初认识的吴有文。很好，我很快动身去深圳。我一定去深圳。楚楚，婵娟，哎，这一大早你是到哪儿去啊？我去县城做个回访，你呢？哎呀，陪老头老太太们做晨练去。你真行啊你！
这说去就去，天天坚持。哎，这帮客户啊是需要维持的。再说这些老人家们也怪可怜的，儿女们都在国外，身边也没个说话的人陪他们唠唠嗑。哎，我说你对外人都那么好，怎么对你老公就那么狠心啊？什么外人啊？他们是我的客户，我的衣食父母。吴有文算个什么东西？哎，对了，你跟你们家老白说一声啊，以后去工地别叫着他了，我让他去深圳了。什么？他去深圳了？还是你提醒我的呢？我想好了，再给他2年时间，要是2年后他混出个模样来，算我撞了大运；他要是混不出来，我就跟他离婚。我就不信你对你老公一点感情都没有。感情能当饭吃啊？你说现在这个年头，还有几个女人跟你似的，会因为感情而结婚？人家都说，女人的婚姻就像是第2次投胎。第1次投错胎了，我没办法，我爸妈是不能选。第2次我要是还投错了，我干嘛要一错到底啊？老公是拿来使的，要是不好使啊，就赶紧换，趁着现在还有机会，能换就换。唐老第几次来我们这儿举行花火？我已经是第4次了。啊，以前的效果怎么样？非常好。啊，这个参观者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一些知名人士。哦，唐老师取得了哪些成就？有军人，有学生，有这个各界的艺术界的人士，都到这里来过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你早回来了。你不是要去工地吗？这一去又是1个多月，我来帮你收拾东西呀。收拾好了吗？都收好了，放心吧。好。怎么样？今天收获吗？都是一些小单子，100块钱1单的都有。不过每签1单我都特别高兴。那当然，每一单都是新的进步。这些啊是我在批发市场给你批来的口罩。我表哥说他以前干过装潢的，一定要用这个。他还说你一定要多喝糖水，多吃猪血汤。用得了这么多吗？慢慢用吧。好吧，一会儿放包里去。累了吧？我给你打洗脚水去。怎么了？看你都瘦了。这怎么了？没怎么。让我看看嘛。说了没事儿。你知道吗？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总是一个人躺在床上想你，想我刚认识你那会儿，在公交车站接我。那才叫一个翩翩美少年呢！怎么一下子就老了呢？能不老？都快40了。彤彤，你们期中考试成绩什么时候出来？还没出来呢。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
你这弹跳力这么好，跟脚底按火箭似的，肯定是你这鞋好吧？我拉倒吧你，已经拉不出屎来茅房。下周耐克出一款詹姆斯篮球鞋，到时候那鞋要到我脚上，你按火箭也打不过我了。对，你就吹牛吧你，回头等你真穿上了，我照样冒你。看，瞄你一个。哎呀！来，你来。这次考试数学成绩可不能让我爸给知道了，要知道了别说耐克了，就必胜客都没得吃了。下周家长会是你爸来还是你妈来啊？嘿，这个家长会把你吓成这样，真够讨厌的！把球再拿了，走了。钱阿姨，钱阿姨早。彤彤，怎么没去上学啊？钱阿姨，我怎么了，彤彤？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。说吧，只要阿姨能做到的，一定尽力。我想请您帮我开个家长会。怎么不找你妈去啊？我妈说她太忙了，她没有时间。所以，行，什么时候啊？这周五下午3点半，我是高1、6班的。周五下午3点半，高1、6班。对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行，那谢谢钱阿姨。快点上学吧，别迟到了。哎，钱阿姨再见。宁嫂，哟，楚楚啊，给我擦个鞋吧。来，快坐，快坐。来，挺忙的啊。哎呀，你这最近走了不少的路吧？你看你这鞋面都打褶了。彤彤今天找我，说是你最近挺忙，想让我帮他去开个家长会。我最近是新找了一个活儿，确实走不开。楚楚啊，那个不好意思，又麻烦你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去的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了。彤彤，秦姨，谢谢你啊。别客气，你们班在哪儿啊？就那儿。哦，知道了。行了，那你赶快忙去吧，啊，开家长会去了。哎，宁彤，那就是你妈妈呀？可真年轻。那是。走，咱俩打会儿篮球去。走。附中是所好学校，但学校再好也不是万能的。它更多只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请各位家长抽出时间，平时多督促您的孩子，配合好学校，为孩子将来考上好的大学做好后援。好，今天的家长会就开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请这几位同学的家长留一下：陆浩南、徐波、宁彤、李媛，其他家长可以先走了。谢谢大家。老师您好，我是宁彤的家长。宁彤妈妈，这次期中考，宁彤的成绩下滑的比较厉害。她最近在家表现还正常吗？他一放学回家就在做功课呀、做习题啊什么的，应该还行吧。我怎么听说他最近放学后经常去网吧？哎呦，最近一段时间我是经常加班的，我还真不知道他出现这样的状况。你看啊，令彤这个孩子呢是特别聪明的，尤其是在数学方面，简直就是个天才。刚开学那会儿，他是很刻苦的，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好像对学习提不起兴趣了。是吗？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，还是缺乏自控能力，一旦沉迷于网络游戏，是很难自拔的。您一定要好好跟他沟通一下。好，当然了，必要的时候我也会提供帮助的。老师，谢谢你啊！
让您费心了，那我回去好好跟他谈谈。对，好，那我先走了，谢谢老师啊。哎，老师，我的孩子怎么样？您是李媛的爸爸吧？对呀。李媛这个孩子呢，还是很刻苦的，但是我觉得他呢，可能在家的复习时间啊，没有安排好。明嫂在家吗？我是楚楚。来了。楚楚，哎，明嫂，快进来，家长会开完了。哦，能坐。在数钱啊？哎，你见笑了，来喝点水吧。我也是刚做完了那个活，刚回来的。我这些吧，都是给彤彤上大学用的攒的学费。我算了一下，明天把这些存到银行里，就凑够5000了。啊，那个今天家长会结束之后呢，彤彤班主任把我留下来，跟我说了一些彤彤最近的情况。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说这孩子这是跑哪儿去了？真把人给急死了。平时我让他出去玩，他都不肯放下书本。你说这会儿这跑哪儿去了？秦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还打你？回家去！哎呀，你别烦我，我这干活呢。你干活？你不好好学习，在打游戏，你还说你干活？你松开我！你干嘛还我回家？松开我！我让你打，我让你打游戏，我让你在这撒谎！别打孩子，别打孩子！彤彤，彤彤，哎，现在好了。你们都以为我是在这打游戏吗？我是在给家里挣钱。妈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我就是不想让你那么累，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的。你骗谁呀？打游戏挣什么钱？我打了游戏卖了号是很来钱的。我在这做2个小时，比我妈在外面擦1天鞋要挣得多得多。妈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我就不想让你再受人欺负了。有我在，就不用那么拼命了。你这都什么歪门邪道啊！你现在是学生，学生就应该好好读书。读书？你整天在外面给人干那些低三下四的活，我怎么能安心读书？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什么叫低三下四的活？妈，我现在也不是小孩了，我也要面子。要是让我们同学知道你在外面给人擦鞋，我还有什么脸去上学呀？这么跟你妈妈说话不对，好好想想。李嫂，孩子大了，咱们给他点空间，让他好好想想，啊，走，咱先回去。不是，秦爷，你带我来银行干嘛？进去就知道了。走。一切，您的钱呢？在这儿呢。对不起。1块钱就是1双鞋，彤彤，这是你妈给你攒的学费。那天我在网吧说的话的确很过分，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一个人，她那么的辛苦，她挣的每一分钱，里面都充满了汗水。现在我也长大了，我应该去挣钱，去做一些事，为什么还要看着她一个人去受苦啊？秦姨，
这要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无动于衷吗？不会。所以啊，我现在也不想读书了，因为上了大学，出来也不一定能挣到钱啊。彤彤啊，你不了解你的妈妈，你不了解一个妈妈对儿子的爱。在她的生活当中，你是她的全部，是她的唯一，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勇气。她吃苦受累为什么？为的就是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为了让你学业有成，事业有成。可你现在突然说我不念书了，对她来说是什么？她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，你说她还有勇气活下去吗？这么不上大学，也不代表着就不能成功啊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成功人士，他们都没有很高的学历，可是人家照样拼出一条成功之路来。是，你说这种例子有，但那只是特例。彤彤，阿姨问你，一个高学历的人和一个低学历的人，谁更有可能成功？谁会在成功的路上走得长，走得远？现在是知识信息的年代，你没有知识，怎么去征服世界啊？如果你肯好好读书，将来你念一个好的大学，毕业之后找一份好的工作，那样的话，你就可以让妈妈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彤彤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对妈妈最大的不孝，就是让她伤心；你最大的孝顺呢，就是让她精神愉悦，笑不常开。彤彤啊，你亲阿姨说的对，把妈妈的心里话全说出来了。妈为你攒钱挣学费一点都不苦，可你要是不上学不高考，妈心里才苦呢。妈，您快别说了，我全听您的。明嫂啊，有件事忘跟你说了，我们公司有个保洁员辞职了，我跟公司说让你去上班，这2天就可以报到，每个月工资900块，中午包1顿饭。哎呀，楚楚啊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秦姨，谢谢你。哎，吴大妈，你去进货了？你去上班啊？上班了，上班了。小马，这情况啊，其实我跟张经理已经说过了。这被保险人呢，他是3个多月以前买的这个重大疾病险，而且他现在已经过了这90天的等待期。现在呢，他是因为摔伤进行的这个心脏主动脉的手术，应该符合理赔的条件吧？欣姐，这个保单的数额太大了，我没法做主，你还是等张经理回来再说吧。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这个难说，要不你等等。行，那我再等等他。王总，这3个案子结案都已经快半年了，钱到现在还没有赔下来，我怎么去跟我的客户交代啊？照这样下去的话，地平线早晚会臭了牌子。我正在跟总公司交涉，尽快弄一笔钱来。我也不瞒你，东周的于总已经找过我好几回了，要请我吃饭。婵娟啊，你可要三思呀！如今上河的保险业其实都是差不多的，你掀开他们光鲜的盖头看看，哪一个不是一屁股屎啊？就拿这个东周公司来说吧，他们的赔付率也高得吓人呀。只是由于第1年没有历年的包袱，所以才赔得起。等到来年，你看看，他们不赔的吐了血才算怪的呢。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我是个做业务的，又不是老总，这些关我什么事儿？只要哪家待遇好、服务好，我就到哪家。万一赔了，我到时候走就是了。待遇问题好说，我保证，今年一定提升你为业务分部的经理。张经理，哎，这个可以寄给他。好。张经理，等你好一会儿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心脏主动脉做手术那家客户，我这来做个理赔。哦，这事儿啊。啊。我问你一下啊，你跟这个客户签合同的时候，跟他讲没讲清楚这个免赔条款？应该说了。什么叫应该说了？到底说没说？
说了。那就没得赔了。怎么就没得赔了？为什么呀？我已经查过了，你的被保险人20年前呢得过癫痫病，他没跟你说吗？哟，这要是没说的话，应该是故意隐瞒病情啊。根据保险法第16条规定，他这属于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，保险公司可以拒赔啊。张经理，那保险人是我老邻居，那我从小长到大，我看着没见着有什么癫痫、抽腰间风的，没见过呀。哎呀，我们做事要讲证据。来，他的病历单。张经理，这病历他也就只能说我的这个被保险人他曾经患过这个病，不能说他是故意隐瞒病史啊，对吧？你凭什么说他是故意隐瞒呢？嘴皮子变利索了啊！那我问你，你凭什么说他没有隐瞒这个病情呢？除非是你没跟他讲过这免赔条款。20年前的事儿了，谁还记得那么清楚啊？啊！再说你看啊，他这次他是心脏主动脉手术，这癫痫病应该算是，神经系统疾病对吧？两者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嘛？怎么没有因果关系啊？他为什么做这个心脏主动脉手术？他是骑车摔的。你看，这不就清楚了？他为什么骑车摔了？癫痫病发作了。张经理，这有点强词夺理啊！那又怎么样？你要清楚一点，在理赔部，我就是理，我也不用跟你废话了。你等着接这个拒赔通知单吧，好吧？哎，张经理，你这样子让我们以后怎么去面对客户啊？怎么去发展客户啊？你这样子让我们真的是，你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？怎么发展客户，怎么拉业务，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不过，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利用你们这漂亮女人的优势，是吧？这些小单子你不要做了，像你长得那么漂亮，拉点大单子，认识大老板，是不是？说什么呢你？你干嘛？怎么敢拿东西拽我？怎么了？说的是人话吗？再说一遍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公司业务分部经理的待遇是非常高的，光无责任底薪1个月就2000块，还有职务津贴，更有本部门业务量1%的提成呢。王总，这种许诺你跟我说了都不是1回2回了，胃口掉多了可是要反胃的。再说了，吃不到嘴的肉，我不稀罕。哎，请进。王总，您快去看看吧，张耀辉跟那秦楚楚要打起来了啊！没完了你还啊？给你脸子是吧？装什么清高啊你？你要记住你的身份，不就一个小小的业务员吗你？拽什么拽？张安辉，你太不像话了！公司收客户钱的时候那么痛快，一到理赔部你就可以下绊子，怪不得人家说保险公司都是骗子。我们保险公司的名誉都是被你这种人给弄坏的。我们业务员为了一张保单，为了留住一个客户，得费尽多少心思，说多少好话。哦，你一句理赔，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打水漂了。我告诉你，张耀辉，我现在的这些客户都是我过去的乡亲，过去的邻居，他们是看着我秦楚楚长大的，他们来投保是冲着我秦楚楚这个人。如果今天你不给我赔，你就是不给我面子，我跟你没完。秦楚楚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清楚一点，从你进保险公司那天开始，就把自己当成人渣，还讲什么人情？我凭什么把自己当人渣？没错，我的工作是卑微，但是我的工作也是有尊严的。我相信那句话，做保险就是做人。不像你张耀辉，有一颗人渣的心，才把自己当人渣看。起什么哄？公司确实太不像话了，每次理赔的时候都卡着我们，客户都骂我们祖宗18代了。如果公司再这么混下去，我们也都全不干了，是吧？这小妮子算是得了我的真传了。怎么样，王总？秦楚楚可真是块做保险的好料。要是这事儿你不给他办好了，我明天可带着他去东州了。哎，你看你给我打了多少电话？好啦好啦，不气了啊！哎，咱不跟这种人渣生气啊，失了身份。走，跟我喝茶去。行啦，这儿自有人给我们解决，对吧？什么东西？喝茶的钱算你的啊。
了。丽婶儿，姨妈，哎，叔叔来了，怎么样啊？说到你呢。丽婶儿，你那腿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是啊，李婶啊，逢人就夸你，说你帮他省了大钱了。就是，楚楚啊，幸亏买了你这份保险，要不然啊，我这半辈子省的那些钱都全搭进去了。哎，我家嫂子，你家大姐，哎呀，你们不是要买保险吗？这不楚楚来了吗？我想买一个跟他一样的保险。哎，那保险不好瞎买的，他那个适合他家用，你们家呀得看你们家谁买啊，买是投资型的呀，还是保障型的，得因人而异啊，不能说他家买的就适合你们家。楚楚，这个你先拿着，上次你不是已经还过我1000了吗？哎呀，嫂子，这个就当是利息吧。不，楚楚，拿着，这2万块钱在银行存半年，也就是300-400块钱的利息。你跟哥还讲什么利息呀？你拿着。就是啊，楚楚，你就拿着吧。嫂子是穷怕了，也厉害惯了，是逼你逼得紧了一些，但是这不该我们拿的，我们不要。你看啊，这么多年，妈一直住在你们那儿，你们照顾得那么好，我也没帮衬过娘家，就当是给妈买点好吃的。照顾妈照顾得好着呢。拿着。楚楚，上次我也是故意的，我是做样子给你看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其实我平时没那么抠的，家里买点好吃的，我和你哥还是先紧着妈呢。我知道，妈一直说啊，你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媳妇儿，让我一直跟你学呢，是吧？是啊，这个家呀，要是没有你嫂子精打细算的，早就不行了。就是，你看妈一直这么跟我说。妈，我觉得我冤枉的我，你也不夸我2句。来，又长高了。来，妈，你的气色看起来真好。我心里高兴啊，他们有出息了，我就有心情多活2年，好跟着小胡。瞧你说的。妈、哥、嫂子，今天买蛋糕的排队，让你久等了，不好意思。联动啊，你现在在工地上待的壮实多了呀？看着是比原来结实多了，是吗？可壮实了。我还听楚楚说，你现在挣的不比在办公室当白领的时候少啊？啊，现在比以前还多点。哎，吴奇啊，你过了今天这个生日呢，可就长大了1岁了啊！来，让大姐啵一个。哪就不轻呀！我现在宣布啊，白不七小朋友的生日会正式开始。我们请白不七小朋友来许个生日心愿吧。好。我希望今年暑假妈妈能坐飞机带我出去玩。妈妈一定努力赚钱，暑假的时候带白不七坐飞机出去旅行。好。再来一张。快到年底啦，公司的年度任务还有缺口，咱们趁着现在赶快加把劲儿，年底呀好大分红啊！贺经理，听说昨天总公司的唐总来了，把王美人骂了个狗血喷头，王美人都快给骂哭了。可不是嘛，我昨天进去的时候还梨花带雨，我见犹怜呢。哎，公司今年的业务那么差，业务骨干走了那么多，我估计啊，他这把椅子算是坐不稳了。贺经理，那这么说，你可是咱们公司仅存的硕果了。干脆你跟王美人说说，给咱们业务提成加几个点呀，也好提高一下公司的凝聚力嘛。哈，只要咱们部门年底保持在第1方阵，那什么事儿都好说。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去吧。哎，对了，楚楚，你那车队的保单保费还没打过来啊？哎呀，我都去过好几次了，他们财务就是不放款，还冲我翻白眼儿的。你呀，就是不会来事儿。喏，把这个给他，然后啊，哭红了你的眼圈，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。哎，对，就这样。
你呀，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。好吧，我再去试试看。别试啦，必须拿下！我刚才已经查过了，你这单再拿不下，这个月又完不成任务了。婵娟啊，你说老家那些亲戚朋友的关系我都用完了，再开发一些新的客户吧，也是挺难的。哎呀，我真是做不下去了。还没有被逼上绝路，你看你放着那么多亲戚朋友给你垫底儿，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做咱们这一行的就得脸皮厚，早告诉过你，脸皮厚吃个够，脸皮薄吃不着。干咱们啊，就得伤得起。行了，快去吧。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周六陪我看房子去啊。好。哎，周周回来了。你怎么跟阿丽去工地啊？那活啊黄了，说春节后再说。又黄了？啊，都2个月没开工了啊！阿丽找着呢。哎，你把灯打开看看。啊。好了，关吧。小家伙儿，在藏什么呀？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，做作业的时候不可以看故事书？嗯？让妈妈看看你藏什么故事书啊！在。白不气，怎么回事？考58分啊？啊？妈妈问你呢，怎么回事啊？爸爸妈妈为了供你念重点小学，拼死拼活的出去挣钱，你不学好，你考58分给妈妈看，你每天一天都跟他干什么呀你？啊？干嘛？你跟他干什么呀你？你干嘛，周周？妈妈问你呢，说话。周周，你是干嘛呀？干嘛？不好意思，干什么呀你？你打孩子？你干什么？你打孩子干什么啊？你干脆打我得了你！妈，你看看呢，他才多大呀？啊，考58分，58分怎么了？这数多吉利呀！走，跟奶奶。你还好意思哭？我告诉你，你再敢奶他，我打你！走。你我委屈，我上哪儿说去啊？行了。你说为了让他念个书，我们这起早贪晚的，我多辛苦多累，我跟谁说去啊？跟我说啊。奥数班，是啊，这学期啊，一开始我们就下了通知，让学生参加奥数辅导班，班上只有不弃1个孩子没有报名。没听这孩子提起过。数学期末考试奥数题占了50%，所以不弃才会不及格。你们当家长的不要以为进了好学校就万事大吉了。现在各个学校之间竞争多厉害啊！要想孩子成为佼佼者，这些课余辅导班也是要挑着重要的上的。是，谢谢老师啊。好，再见。儿子，告诉妈妈，干嘛不跟妈妈说奥数班的事啊？嗯？说吧，妈妈不会说你的。妈妈，对不起。不弃，为什么要跟妈妈说对不起？妈妈答应你，只要你说实话，妈妈绝不说你。嗯？妈妈，有一次我们同学看见你送我上学，他们都笑话我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说。说什么？说你是我们家的保姆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上奥数班要花很多钱，爸爸妈妈赚钱也很辛苦，家里也没有钱，所以我想把去奥数班的钱省下来，
这样妈妈就可以存钱给我买汽车送我上学了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这么说的。妈妈，你别生气了，你别哭了。儿子，不要跟妈妈说对不起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不够努力。妈妈一定努力工作，给白不期买个大汽车，好不好？妈妈一定努力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哎，你看这客厅多敞亮啊，放一架钢琴都不嫌小。到时候啊，我就给琳琳买一架大钢琴，就放这儿，怎么样？琳琳都多久没碰过钢琴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把学过的全还给老师。真想赶紧收房装修，然后啊就把琳琳接过来住。哎，对了，楚楚，你来，过来，你看，那个啊，就是双月小学。你知道双月吗？谁不知道啊？上河最好的贵族私立学校，真的是挺不错的。等我一搬过来啊，就给琳琳办转学，不就1年2万吗？值。哎，我已经去调查过了，那儿啊，你看。所有的教学楼盖得跟城堡似的，教英语的老师个顶个的都是老外。你说咱们这么辛苦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孩子吗？楚楚。你带我做企业财险吧。带你没问题啊，可是你不是受不了那种应酬吗？我是受不了那种应酬，可是我更受不了贫穷。我受不了因为穷，让我的儿子处处低人一等。婵娟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赚钱，赚钱。我想赚很多很多的钱，我想让我的儿子也住上这样宽敞明亮的大房子，有自己的卫生间。我想每天开着车送他去上学，我想给他买好吃的，买新衣服，我带他去旅游。我真的是穷怕了。现在让我做什么我都是肯的。我这点脸面算什么？只要能让我的孩子有脸面、有尊严的生活。行。你确定吗？真的想清楚了？别怪我啰嗦，这酒场跟你亲戚朋友家里可是不一样的，摸摸小手、搭搭肩、讲讲荤段子都是难免的。你可别在中途给我来一个摔杯子走人的把戏。今天可是20万的大单，你要是再来这么一出啊，我也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们不要认为财富就等于金钱，一个人的智慧
修养和习惯，这些都是我们享用一生的财富。当然，还有美酒和佳人。都说啊，这佳人爱才子，咱们李总啊可是才高八斗，满腹经纶。我们两个对您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来，楚楚，咱们两个敬李总一下。好。秦小姐，你太瘦了。谢谢啊，李总。秦小姐，我们李总很难得从台湾总部来一次，他这么照顾你，你是不是和我们李总好好喝一杯呢？那是一定的。李总啊，以后常来我们这儿。家人相邀，当然不能拒绝。都说美人爱英雄，佳人爱才子。你们不知道，其实我除了饱读诗书以外，平时是很注重强体健身的。哦，我的体格是非常健硕的。秦小姐，我的手是不是很有力量？您的手不但非常的有力，这摸起来保养的还挺好呢。是吗？婵娟，不信你看，像李总这个年纪，皮肤保养的这么好。李总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不如跟我们两个分享一下您保养的经验吧。不介意。我呢，平时在这个营养方面的确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。今天就不妨和二位美女共同分享一下。那以后啊，就不叫您李总了，应该叫李老师啊。来，李老师，干杯。婵娟，楚楚，你们喝了多少酒？这么大酒味儿啊！快给他找几片维 C， 一口气给他灌下去啊！他今天喝的太急了。这是粘人粗豹子，白连长，你老婆可真能喝，你都没看到最后那个台湾老板跪到他的脚下说：“我的女神。”老公，向你保证，没喝酒。好，咱们回家。接着，咱们回家，谢谢啊，婵娟。交给你了。好，我受不了了。头疼。头疼。怎么了？又喝多了？他一晚上就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啊？妈，他们是陪客户，你找瓶维 C，倒点蜂蜜水，再拧把毛巾来啊。哎，你学不出好妈，您别说了，去吧。哎呀，福面别给我开了。以后会把重心放在省城这边，画廊的事我想交给信得过的人来帮忙打理。我觉得你最适合了。我？对。谢谢你这么信任我。你愿意来的话，1个月2500，你不会嫌少吧？2500不少了，挺合适的。 2500不多呀，你跟人家做油漆，1个月还能挣到3000多呢。妈，装修这行是这样，有活干就有钱赚，没活干1分钱也没有。我到郑明那儿吧，他每个月都给我2500，这样不是有保障吗？而且也不忙，空了我还能画画。行，你觉得合适就行。妈老了也不懂这些，凡事你自己做主吧。啊，这是放这儿吧，妈？嗯。妈您放心，
我心里有数。好，心里有数就好。对了，猪肝你买了吗？买了。哎，你干嘛让我买猪肝啊？不起我不爱吃。给猪猪买的呀，猪肝不能解酒吗？哎妈，那些还要不要？不用了。哎，你去洗洗手吧，一会儿做饭了。好。哎呦，婵娟呐，我真的招架不住了，你就一个人顶一下嘛。光我再不灵啊，李总点名要你来啊，楚楚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泄劲儿啊，不然昨天的酒就白喝了。